同一批 AI 晶片，足经半年被喊到翻倍，而帮企业省下70%成本的模型，只比最强的落后90天。这不是技术八卦，是整个 AI 产业的权力地图正在重画。开讲的是 DICE10 创办人 Tuhan， 他做的正是 AI 推论这门生意。模型训练好之后，真正跑起来，回应每一次用户请求的内层基础设施，这个位置很关键，因为它同时看得到两端，上游前沿实验室的定价跟下游企业的账单。这场在史丹佛的谈话特别值得听的原因是时间点。2026年，算力荒从传闻变成合约上的数字，而开源模型的追赶速度刚好逼近让企业愿意换阵营的临界点。他讲的不是趋势预测，是他每天在报价单上看到的现实。先听他怎么描述开源模型现在的位置。On this, keep going. Yeah, do I? Next one. Yeah, open source models about 90 days behind frontier models, and you can run them about 70 to 90% cheaper. Wow. Than frontier models. 70 to 90%. 他点出一组对照，开源模型大约落后前沿90天，但便宜7到9成。重点不在数字漂不漂亮，而在这是一道值不值得的门槛计算。多数企业的应用根本用不到最前沿的最后一粒的智商。我想补一个原片没明讲的角度，这其实是经典的商品化互补品，在 AI 界重演。当能力差距被压缩成一个季度，模型本身就从稀缺护城河慢慢变成可替换的零件。真正的溢价会从谁的模型最聪明，转移到谁跑得最便宜、最稳，省下的70%才是这句话的引力来源。接下来，这个比喻是全场最有画面的一段。To some extent, you're going to give them all the data and all that user signal, and they're going to, who I was talking to a prominent public company CEO. I won't say who it was. He likened the Frontier Labs to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hey show up in India and they're making all these partnerships, but really what they're doing is you're giving them all the tricks on how to rule that. And before you know, their post-training models kind of against those workflows that. 他转述一位上市公司 CEO 的话，跟前沿实验室合作，像是引进了东印度公司，你以为在结盟，其实把最珍贵的用户讯号跟工作流全交了出去，最后被反过来吃掉。这段的分量在于，他把一种说不清的焦虑命名成了具体的画面。我帮他贴个更中性的标签，叫他合作反噬。你的独门数据喂养了对方的下一版模型，而那版模型正好能取代你。这里没有谁是坏人，就是诱因结构使然，海苔方天然想往上游整合。真正该问的不是要不要用，而是哪些数据绝不外流，那才是护城河的边界。如果前面还嫌抽象，这个真实数字会让你坐直。For that, and it doesn't matter what that is, because I'll just the relative piece of it matters more. That's up for renewal in October, and they came to us already in May and said 510 is a new price. Wow. For next year. Double. This is fine. Are you going to take it? No, absolutely not. That's egregious. And we have a bunch of other clouds that we can work with here. I think though, 他摊开账单，同一批 B200 晶片，时薪从$263被对方在续约前直接喊到510，几乎翻倍。他的反应是太离谱，我有别的云可以谈。这段值钱在于他把算力荒从口号变成合约上的数字。我补一层产业史的锚定，这其实是 Paris 讲的技术革命安装期，典型症状撒本疯狂堆进基础设施，关键瓶颈被喊到天价。历史上铁路电力都走过这一遭，翻倍不代表失控，比较像是稀缺资源再重新定价，而他敢说不能换供应商，恰恰说明议价权正悄悄从有晶片的人那端松动。把3段串起来，会看到一个反直觉的结论。这一轮 AI 竞赛
护城河正在从模型多聪明往下沉，沉到数据谁握住跟算力谁供得起这2层更硬的地基。前沿能力会被90天抹平，但你交出去的用户讯号跟你租不租得到晶片，这2件事的差距会被拉开。与其问哪个模型最强，或许更该问这条供应链上我到底站在谁的议价权里。算力、数据、时间差，这3个变数怎么组合，决定了每家公司在 AI 浪潮里的座位。以上未公开谈话的资讯整理与评论，非投资建议。看懂产业逻辑，我们下支影片再聊。想看更多大人物的白话拆解，记得订阅，也可以到 /invest 看整理。